我又被蜱虫咬了。我在丛林里被蜱虫咬了10几口，被蜱虫咬了之后该怎么办呢？我该如何拯救自己？我叫玉筒，喜欢去世界各地探险寻找昆虫。今年我来到了哥斯达黎加的雨林，生活了25天。我和动物们打成了一片。欢迎来到雨林时钟。本期视频有少量的英文解说，还会有小蛇，怕蛇的同学可以根据进度条直接跳过。今天是我在哥斯达黎加的不知道。醒来之后发现今天在下大雨，雨下真大。下了雨了，说明动物都出来了，希望如此吧。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雨水那么期待。以前我去亚马逊丛林的时候，也是很希望突然下雨，感觉看到下雨之后，所有的植物都在疯狂喝水，下雨真好。但是我又不喜欢梅雨季节，这种矛盾吧。可能在城市里的时候不喜欢下雨，在野外的时候，只要我出门的时候别下雨就好了。前几天在丛林里面淋的那场雨，确实有点狼狈，所以我现在准备洗个冷水澡，一会儿去我的地里面巡视一番。我在丛林住了2周之后，我感觉已经和当地人完美的融入到了一块了，每天其乐融融的，仿佛我也是他们的一份子。自从奥斯卡跟我说要把他家后面的这块地给我之后，我每天就像雄狮巡视领地一样，都要去地里转一圈，做点记号。说来也是现在看着地里的小动物，感觉像是自己的一样，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可以看到一个箭毒蛙，这个箭毒蛙它就是每天都会出来，看到没有？这个跳，这只还比较小，跳没了。拥有一片这个属于自己的热带雨林是什么感受？像外层的这些次生林环境，开阔林园地带，有很多这种向阳性的灌木，以及部分被一点点树冠遮住的半阴性灌木。这种环境呢，一般是一片丛林它从这个荒地恢复到丛林之后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会有很多我们把它说先驱者或者第一批这个生物它进来，这些生物他们会迅速的占领这些空间，成为这些空间的第一批住户。等这些住户繁殖的数量足够多了之后，那么随着丛林的增长，比如说一些树它长高了，它开始出现一些林下比较阴暗的环境了之后，会有一些大型的或者说中型的这个猎食者会出现，比如说一些小蜥蜴比如说螳螂。随后呢，就是一些更高阶的食物链的成员会出现，或者比如说一些这个小型的动物，青蛙、蛇这些都会陆续出现。那么到最后一片丛林它恢复到足够完整了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型的动物，比如说当地的这个美洲狮和美洲豹，甚至它们都会出现。所以说一片丛林它分阶段，这里我说的丛林破坏并不是说人为的破坏，有时候一些树倒了之后它突然就凸出来了一块空地，这个空地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为一片栖息地的初级阶段，那么或者说是一些地质灾害它所造成的破坏，那么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目前这里还是很难走的，很明显这里以后要铺一个栈道下去，现在走下去我还得手脚并用，尤其是刚下过雨，这个地特别滑。这里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下，这个地方一踩肯定滑倒。给大家以身试法一下。这个奥斯卡已经帮我开过路了，他帮我开了条路下来，所以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好，那么到这种林子的状态，它就是一个恢复比较完整的这个次生林了。
啊，已经有点接近原生林的状态了啊，要再下去一点，它就是原生林状态。这里它还是这个次生林状态。当然了，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丛林啊，它都是次生林状态，真正这个原生林状态啊，它其实比较少的。次生林的范围其实也很大啊，甚至100年的它都可以成为次生林。那么这些呢，它这里有大概几棵百年老树，以及大部分都是这个40、50年的年轻树种。这种林子，我觉得是最好的啊。不过雨林里面啊，其实很多这些丛林，它的大多数的树种啊，也就都是几十年啊。雨林的大树，它并不是说活不长，而是说它更替周期特别快。很多树它长不到这么大，它就要么得倒下啊，要么就死了。那不像这个热带、温带丛林啊，几百年的大树形成的森林都会有。这是个象鼻腊蝉亚科的。哦哟，小样还跑得挺快。哇，今天是一个挺不错的日落。今天我打算往山这边走。最下面有条河，过了河之后，再往高海拔的地方去。今天晚上感觉得上点海拔啊，在这个海拔，我觉得走过太多天了，上到海拔，期待今晚。夜晚的丛林湿度真的非常大，不过我希望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哇，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有一只枯叶中丝正在迎接我们了。没想到居然还能碰到这个配色的。它的胸板是褐色的，翅膀后面还有点褐色，其他都是纯绿的。这个配色我觉得最好看，有高级感，一种简约的高级感。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些虫子它要长得那么完美？其实啊，从昆虫的个体来说，因为啊这个时间线无限的拉长，它会产生大量的无规律的变异。它有的可能变得没那么像叶子，有的呢就特别像。然后呢，因为生存的压力，经过几十万代的筛选，最后就剩下来这一批长得比较完美的。比如说 Mammalia 这个中丝属，这一类的中丝它体型特别大。如果说它伪装的不好的话，这个目标就特别的大，那就很容易被人家发现吃掉了。这个 Orpheus 最普通的颜色，褐色其实还挺好看。这又是个中丝，腹部后面呢，这个是生殖器，那说明它是个雌的，这是它的产卵管。嘿，这个小中丝油光发亮的。你看我手一碰到叶子，它能感觉到危险，直接就紧张起来了，全身都绷直。这是个丑中科的中丝，说实话啊，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有点委屈，这哪丑啊？我看着还挺眉清目秀的嘛。哇，这天牛是真漂亮，五彩斑斓，这应该是个巨天牛亚科的。你看这个红晕笑眼蝶的颜值真的是很可以啊，给我起来重睡。刚才看到了一只蓝闪蝶，但是没有拍到，非常可惜。蓝闪蝶其实在晚上飞的时候也挺好看的，它那个翅膀不停的闪动，我照过去的光线蓝色一闪一闪，特别漂亮。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看到第二只吧。很多啊，这个绿色的竹节虫，它偶尔啊会模仿这个叶子的主脉。这个你看它中足和后足缩起来还真挺像哎。这个竹节虫也很有特色，身上啊斑斑驳驳的。在丛林的这个大树上啊，经常能看到这些树皮一样的螳螂 Litagusa 啊。虽然我觉得它们的拟态技巧其实没有那么高超，仅仅是够用。
但是呢，那很多昆虫就是这样啊，它只要能生存下来，都是属于演化比较成功的。这个树皮螳它爬得也很快，很灵活，这个也不失为一种生存技巧。Wow, there's a bird sleeping on a branch. Oh, my bad. I kind of spoke it when I rolled up. A little dude just cracked an eye open. Alright, good. Okay, I'm gonna leave you. Just let the feathery homie get back to its deep nap. 这个丛林里面走，下过雨之后全是湿的，像我身上的衣服就其实已经都是潮湿的了。这种环境，你要是住几天，估计对健康都会有很大影响。所以还好，你知道自己一个人在丛林里面，就有些动物它的那个叫声啊，听上去很像人在说话，就是就这种声音，非常非常的吓人。不过习惯了就也还好，你知道有些它是鸟发出来的，有些是猴子发出来的，所以问题不大。Wow, that whip spider looks straight up alien. Like most of the time you'll find these red little dudes chilling by the roots of massive tree in the jungle. Pretty easy to find them. 很多人说啊，怎么动物都不怕我？那你看这边猪，它直接下来就闪现了。这个圆猪正在抓了一只中丝，正在吃。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中丝身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寄生螨。哇，它已经完全的被这只蜘蛛给拿下了。哎，这看了像是什么多孔菌，这个大多数都是不能吃的啊！别看到菌子就想吃。哦，这些切蚁的队伍永无止境的在工作啊！他们把大树灌木上的叶子全部切回到蚁巢里，然后培育真菌。这个切蚁呢，就会以这些真菌作为食物。你们知道切蚁的巢有多大吗？你们看这一坨，还不是？给你们看一下，这有一坨。这一坨，这些土包全都是，这些还不止，这一坨，这一坨，这一坨，再给你们看最壮观的，就是这儿，这是他们皇宫的入口。浩浩荡荡，这小小的子弹蚁，当然了也不小，它们很灵敏啊！你看我一凑近，它就感觉到了我的存在。哇，你看这上面还有子弹蚁，千万不能被它咬到，一旦被它咬到，我今天晚上就别想在丛林里面走了。哎，这个树蛙那是 Priesty mantis， 这挺常见的，在当地特别多。它有点像落在叶子上的一坨鸟屎。这个蛙很淡定，想啥呢？前方有蛇出没，怕了宝宝们记得调进度条。这是个3色毛头蝠的宝宝，其实挺危险的 ，Jason， 你可千万要留点心啊！你们觉得这蛇会不会咬我？这条得有个1.3米了，这条感觉至少有个1.3米。手比划一下，把它拿下来。那它卷起来就不是很长，那估计只有1米。没有1.3米，这还挺大的。我几乎每天都能遇到这种黄色的小蛇，截角兜里腹。这是一个小的截角腹。它只有这么小的时候，我才能够这个离它近一点，否则啊，还是很危险的。这个小的真的好可爱啊！我前面说过啊，它是中美洲的杀人王。看来啊，主要还是因为它们数量众多。
这个树真大，终于找到这么一棵树了。树其实如果在野外过夜的话，尽量找这种大板根边上休息。这板根边上一般来说会干燥一点，顶多一些边蛛和蜘蛛的陪着你，其他虫子其实不是很多，比较新手友好吧。这树大概有个300多年了。哎呦，我在丛林里面已经走了快4个小时了，我真的体力槽已经没了，太累了。我现在坐在河边休息会儿，我真的好想直接在这睡啊，但是在河里睡其实挺危险的。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年纪大了，这个溪流边上也没有预想的那样出现我想要找的红尾蚺。你看这个蛙叫。当然了，丛林里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会儿不要晚上来这美洲豹来喝水就好了。我要睡一会儿，让我休息会儿吧。好，睡了一会儿我又起来。这是一只象鼻虫，它身上有繁星点点的花纹，真的很好看啊。这是个涡虫，涡虫你别看它恶心，这个今年4月随着神舟12号上天的就有它，而且这玩意它全身都是遍布成体干细胞。如果说吃啥补啥，那我就真的很想给它来一口啊。咱们唐朝文献中的图骨说的就是涡虫，这个东西它还是很有价值的，虽然长得丑。这儿有个螃蟹，应该是尾神蟹科的。哟，这个脾气嘎大的。这螃蟹大了，看螃蟹这么大，跟个青蟹似的。咋就走了呢？那我给它抓起来。哇，这给它咬一下，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去，钳子那么大，哇！这有个超大的壁虎，这个应该是属于叶指虎科的。来，给我玩一下。别紧张，轻轻的松开手。给大家上个脸。你看这有个这么大的壁虎，这跟咱亚洲的那个大壁虎比它小一点，但是也挺大的。这种美洲雨林的大型壁虎，主要就是生活在大树上，晚上有时候会跑到叶子上来，什么小昆虫都吃。你看它身上的花纹是在伪装成树皮的样子，伪装的还挺成功的。这个叶子上有一只安乐蜥正在睡觉，你看这些蜥蜴，它晚上睡觉都呆头呆脑的。哇丢！这个蜥蜴我还在纳闷它眼睛怎么会那么大？凑近一看，原来是眼球都爆了！我靠，这不知道是受到了攻击，还是被什么东西给寄生了。我能感受到它的痛苦。People ask me, are you afraid of walking alone in jungle? And I think it's because there's just so many creatures to keep me company. I don't feel scared at all. And also, there's always a world of surprises waiting to be discovered. So yeah, I enjoy walking in the forest. I love it. 今天一晚上我终于从丛林里面出来了，而且遇到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又被蜱虫咬了。我现在出来之后，我得马上处理一下脚上的这个蜱虫。蜱虫就是这样，早发现早处理。我先回到奥斯卡家门口，我要把脚上这个蜱虫处理一下。从最开始被蜱虫咬的时候，
很震惊，很那个。到后来现在被蜱虫咬了，感觉慢慢就有点淡定了。我看看怎么样给大家展现一下啊，看到蜱虫怎么办？尽管蜱虫很可怕，但是如果你真的被咬了，也不要太惊慌，首先要保持冷静嘛。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蜱虫。哇，这包。先用酒精啊，简单的浸泡一下，让这个蜱虫的嘴巴，它的口气稍微松一点。你不能直接拔，不然它口气卡在你的皮肤里，你会发炎。然后呢，我要用镊子尽可能的捏住靠近皮肤的那一部分，把蜱虫啊给拽出来。大家看啊，这个蜱虫那么小，要拔出来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有必要的时候啊，我会连着皮肉一起拔。我是个狠人。这样这个蜱虫就算取出来了。我操！我被子弹咬了，被子弹咬了！你知道被子弹咬了是什么感觉吗？货真价实的成体肱双冠蜥。